这里是大叔说话。今天咱们测试一个美人玫瑰啊，这个啊，这个叫做貂蝉哈，标签写的是丽江的花儿，这个应该是艾必达的啊，跟艾必达是一个负责人啊。这花的枝条比较长，而且看花头的话，质量也非常好啊。咱们先把它收拾起来。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花的质量非常好的啊，比较长，而且花头大小也不错啊。这个花刺的数量大概是中等吧，也不算特别多，但也还可以啊。咱们打一下刺啊。如果大家买的花少的话，可以用手掰就行这刺。我用这个打字键打稍微快一点。用打字钳的话就不能用太大力，要不然的话会把这个杆的皮打破啊，皮不要打破了。好，咱们这花就收拾完了啊，大家看一下啊，质量非常好啊。大家看一个枝条啊，这个枝条大概我估计有70以上。如果大家比较喜欢这个花头大的花啊，能够保证花期稍微长一点，如果经济力量允许的话，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尽量买枝条比较长的哈，60以上的这种花头一般就会比较大，质量就会比较好啊。因为我们花店买一般都是买60厘米以上的，所以我让他们给我发的是那个等级最高的，就是最长的枝条的花。现在呢，我把这个花呢，这杆子呀清洗一下，然后咱们插花瓶，咱们再测试它。好，我把这花呢杆子冲过一遍啊，然后我这个瓶呢，用8个消毒液已经消过毒了，咱们还是用这个桶装水加可丽鲜啊。好，我把这个花插到这个瓶里啊。这个貂蝉还有一种那种淡淡的香味啊。好，咱们这花插完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种粗枝的长枝的花就很占地儿。你看我这个瓶啊，这个是1230的瓶子，插20枝花就有点挤了啊，比较多。所以说，其实好花呢，枝条比较长、比较粗、花头比较大的，可能一个瓶插的枝数也比较少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买质量比较好的花啊。好，那这花儿插完了啊，咱们一会儿就把这花儿拿回家去，看看家庭环境下这个花儿的情况怎么样啊？咱们以后每天拍一次看。好，这就是1天以后啊，这个美人玫瑰啊，貂蝉的情况。这次这个貂蝉确实这个花的质量非常好啊，花朵也大，枝条也长和粗啊。才1天的时间啊，大家看一下这花头的样子啊。美花园家这次这个花儿的质量真好啊。这已经是艾必达公司的啊，花头大小、花型、花色各方面都不错啊。这在1天以后，大家看看已经明显的有开放了啊。这个叶子状态也很好啊，很绿有力啊，非常不错。这个水呢也非常清澈啊，很好。目前的室内的温度应该是25度啊，大概湿度在54%左右啊。好，这就是1天以后啊，这个貂蝉玫瑰的状态应该说非常好啊，花朵已经开始开放了，叶子也很好，水也很干净啊。我们期待着它能开得更大一点啊，非常漂亮的花。好，咱们明天再说。现在是2天以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貂蝉的玫瑰啊。我觉得可以看到啊，这个貂蝉的玫瑰这回的质量非常好啊，花头几乎已经全开了啊。
然后叶子也很绿，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貂蝉的开放状态非常好啊，开得非常漂亮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叶子啊，也是有绿有绿的啊，很有力量啊，这个叶子状态也是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啊，稀掉了一些，但是可以看到啊，非常清澈啊。所以说咱们前期的这个清洁工作一定要做好。现在温度是24.9度啊，湿度大概是37%。这就是2天以后啊，这个貂蝉玫瑰的状况，大家可以看到啊，状态非常好，已经几乎完全开放。花型呢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奥斯汀花型啊，叶子也非常好，水也很清澈，说明其实这个貂蝉玫瑰很适合品茶啊。好，那咱们明天再看啊。好，这是3天以后啊，这个貂蝉玫瑰的情况，花头非常好啊，已经都开放了。我刚才摸过啊，所有的花瓣都很硬朗，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已经开放了，开成这样啊，花瓣还是很硬。3天以后，我觉得这个状态非常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叶子啊，油绿油绿的，而且很有力啊，没有下垂的迹象啊。这个水吸掉的比较多，但是仍然非常清澈啊。一会儿我给它加一点水啊，这种情况我们加水就可以了，不用换水啊。现在室内的温度大概23度多一点啊，湿度是34%，还是比较干燥的啊。这就是3天以后这个貂蝉玫瑰的情况啊。我觉得这个品种玫瑰非常好啊，可以完全开放，而且保持了花期也比较长。美花美家这次提供这个花材质量很好，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花朵开得非常大啊，而且一点没有蔫软的迹象。总之状态非常好啊，我觉得貂蝉这玫瑰还是不错的啊。好，咱们明天再看啊。这是4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貂蝉玫瑰的情况啊。这个貂蝉玫瑰的开放度非常好啊，基本上都开了，而且摸上去啊，花头非常硬，说明它的状态正好的时候。咱们看看它这个状态能维持几天啊？它这个叶子也很绿啊，很挺拔，很直挺，很有力。总之呢，花和叶子的状态都非常好啊，而且开放度也非常理想啊。然后咱们再看一下水啊，这个水我昨天加了500毫升，又吸掉了不少哈。我看明天有必要的可以再加一点。像这种水还是比较清澈的情况下，我们不用换水啊，直接加水就可以了。现在这个室内的温度是24度，湿度是29%，确实也是蛮干燥的啊。这就是4天以后貂蝉这个玫瑰的情况哈，我感觉非常理想啊。这个玫瑰的质量很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开的花头很大，而且基本上都没有完全开爆啊，基本上还是在大半开的状态，而且花瓣很硬，叶子很好，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出色啊。现在应该是算这个玫瑰的盛花期啊，应该是它状态最好的时候。好，那咱们明天看它的情况啊。大家看一下啊，这是5天以后这个貂蝉玫瑰的情况啊。应该说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大部分的花头都基本上软了啊，就是说吸不上水了。所以可以看到啊，这种能开大的玫瑰，它开大以后坚持的时间不会太长，一般也就是个2、3天了不起了哈。所以说现在这个貂蝉的玫瑰呢，已经完全开放了
而且花都开始变软啊。当然还可以看到啊，这叶子其实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水呢，我也是加了500毫升啊。就这个貂蝉，我已经加过2次水了。其实这次加不加也无所谓了啊，因为这个花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室内温度是24度，空气湿度大概31%左右啊。好，这就是5天以后这个貂蝉玫瑰的情况啊。基本上花期也到了，差不多了，大部分的花头都比较软了。咱们看看还能不能再坚持1天啊？咱们明天再拍1天，但是我估计可能差不多了啊。好，咱们这是6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因为今天我有点事儿，回来的比较晚了，现在已经晚上了8点多钟了。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貂蝉玫瑰基本上已经 over 了啊。这个花开得快，就是如果败的话也会很快啊。像这种可以完全开放的花，总是可能会很快的开败啊。大家看一下啊，基本上这个花就都败了，全部都不行了啊。这个叶子的状态呢也开始下垂啊，也不是那么有力了。这个水的情况呢，其实还可以啊。我没有换过水，但是我加了2次水。现在看它这个清洁程度还可以，不是很差啊。像咱们室内的温度呢是23.9度啊，24度的样子，湿度大概是29%，还是比较干燥的啊。6天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貂蝉玫瑰基本上就结束了啊。这可能是我家里的这个空气湿度还是比较低，还比较干燥。如果我觉得空气湿度大一些，应该还能多坚持2天啊。好，在咱们家里测试呢，这个貂蝉玫瑰呢是6天时间啊。明天咱们就不接着拍了啊，这个貂蝉玫瑰测试就结束了。然后大家对这个貂蝉玫瑰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有什么经验吧？希望大家在这个视频下边给我留言啊，让咱们大家交流一下，能不能更好的把这种玫瑰养好啊？最后呢，咱们还是感谢一下美花美家啊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玫瑰，这次给我们发的这个貂蝉玫瑰实在是质量太好了啊，枝条又直又长，而且花头也比较大啊。最后呢是6天时间。好，那咱们这个貂蝉玫瑰就拍这么多了啊，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杂叔说花。经常有朋友问我这个玫瑰啊能不能开，表现怎么样啊？现在那个市面上出了很多新的品种玫瑰，我呢，看有空的话，咱们这些新的品种玫瑰咱们测试一下，看到底它的表现怎么样啊？今天早上呢，我去早市看着那个啊，这个玫瑰叫拿铁，一会儿我可能拿外边拍，完大家看一下它的原色是什么，因为我这屋里的灯光可能颜色不是特别正，咱们一会儿去看一下啊。这刚才我给大家看了啊，这个是百利信的啊，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出的花，现在它质量比较好啊。我准备用这个呢拆一个皮儿，完了咱们连续几天观察一下，看看这个玫瑰的表现怎么样啊。我稍微配一点这个白的这龙胆啊，这龙胆是北京本地种的，花期比较长，相对啊。我就简单的用一个透明的皮儿简单插一下啊。我这里边呢用的是桶装水加保鲜剂啊。我们也不要什么造型啊，就简单插一下，看一下这个玫瑰的表现啊。这个玫瑰的外瓣我基本都没有掰啊。我这里边呢一共是10支玫瑰啊，但是我老觉得就是光插玫瑰有点单调啊，咱们配点白色龙胆，简单的啊。这个咖啡色和白色配在一起，感觉呢会比较高级哈，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啊，这种咖啡色跟白色搭配，感觉会比较高级啊。好了，咱们这个插成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是比较符合家庭插花啊，它这个空间拉的比较大，这样的话空气流动比较好，
完了用这个保鲜剂和矿泉水，就是桶装水啊，这样的话它吸水比较好。而且那个花杆啊和花瓶啊都冲过，保持清洁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持这个花呢比较好的状态。好，我这花呢就剩这么多哈，一会儿拿回家去吧。完了放在家庭环境里，咱们每天拍拍看这个玫瑰的表现怎么样啊？那今天就这么多啊。大家看一下啊，这是过了一天啊，这是昨天买的玫瑰，看今天是什么样啊？就这个拿铁玫瑰啊，全部都开了啊。再看一下我这块的温湿度啊，这个温度大概26度，湿度大概76%的样子啊，水很干净啊。这个玫瑰已经完全开放了，说明这个拿铁还是可以开的啊。好，现在是2天以后啊，又过了一天，咱们看一下这花的情况啊，应该说完全开放了哈。看一下这个花心都露出来了，所以这夏天啊，这花开的还是挺快的啊。花都开的比较大。我们看一下温湿度啊，温度大概还是在26度左右啊，湿度大概将近80%，估计78%的样子吧，76、78的样子。好，这就是2天以后的情况啊。天气热的时候，花开的还是蛮快的啊。咱们明天再看看，看能坚持几天啊。好，现在是3天以后啊，这个花儿基本上就 over 了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玫瑰基本上就开败了啊，已经是软了，发软了啊。这洋桔梗倒还挺好啊，说明这个本地的洋桔梗还是挺抗放的啊。温度大概是26度左右啊，湿度大概80%左右。这水呢有一些浑浊啊。好了啊，这大概就过了3天吧，这个玫瑰基本就 over 了啊。但是呢，这个白色的洋桔梗还是不错，说明这个本地的洋桔梗还是挺精活的啊。这个拿铁这种玫瑰呢，现在看啊，开是可以开放的，但是在夏天的时候表现不是太好啊，它时间比较短，大概坚持了3天吧。好，咱们关于这个拿铁的玫瑰就拍这么多啊。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到底拿铁这个玫瑰能不能开，能开几天啊？当然了，如果冬天的话啊，温度低一些，可以保持时间比较长，因为现在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嘛，所以说这个表现也可以理解啊。好，那这个拿铁玫瑰咱们就说这么多。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咱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些近2年比较新的品种的玫瑰啊。今天咱们说这玫瑰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玫瑰可能有朋友买过啊。在方德呢，这个玫瑰叫暖玉，在云南的另外一个公司，他们种的呢叫奶油杯，他们那种是带网套的啊。方德这个暖玉是不带网套的。这个花型是个奥斯汀花型啊，颜色是那种香槟色，我觉得颜色也很好看。咱们呢测试一下这个玫瑰哈。我这个玫瑰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这买的是方德嘉禾的，应该是方德最好的，就是级别最高的玫瑰哈。咱们用这个玫瑰试一下，看它的花期怎么样啊？就闻起来微微有一点点香味啊，但不是那种特别香的味道。好，咱们就套在这个瓶里啊。我这个瓶呢已经洗干净啊，完了用的是桶装水加保鲜剂啊。所以说基本上咱们能用的最好的东西，咱们用这个啊。水是用最靠谱的啊，保鲜剂也加了，完了用的是方德嘉禾的这个玫瑰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应该可以保证比较长的花期。这个玫瑰是我昨天买的，
昨天养一天水，今天呢咱们插哈。我觉得我这好像没有什么太合适的配花，所以咱们今天只插玫瑰啊，不配什么东西。大家可以看到啊，就这些外瓣，它只要没有烂啊，你就不用去掉，因为你去掉以后，它会开的会比较快，因为这个外瓣是为了托住里边花心的。你如果外瓣掰了以后，它会很快的开放，所以说最好是不要掰了。坏了的瓣吸不上水的摘掉啊，发软的这种摘掉。好，这就是那个10支奶油杯啊。我一会儿呢把它拿回家去啊，放在那个家庭环境里，看看它能活几天啊，争取每天拍一下，咱们看看它情况。这应该是2天以后啊，我水养了1天啊，昨天插的皮儿，今天应该是2天以后，第3天啊，咱们看一下这花的状态啊。总的来讲都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花的硬度也不错啊，硬硬的，也有一定的开放度啊。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温湿度啊，现在温度大概26度啊，湿度大概70%左右。可以看到啊，这个水的清洁程度非常好。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杆子的切口还是白色的哈，没有变色，很绿杆子。这2天以后啊，总体来讲状态非常好。好，现在是3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花的状态啊。这个花头摸上去还是挺硬的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然后咱们再看一眼这个花心哈，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奥斯汀花型的基本上只是保持啊，它很难开爆，就很难完全展开哈，它只是保持这个花型的样子，很难做到完全开放哈。所以说这种奥斯汀花型的花，咱们只是保持，也别想让它完全能开啊。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叶子哈，叶子也很绿，也挺有力的啊，问题不大。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温湿度啊，现在温度大概26度的样子，湿度大概62%啊。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平插叶啊，这个平插叶的清澈程度还是非常好的啊。这种情况下呢，也不需要换水。等明后天如果还能这样的话，咱们只是加一些保鲜剂就可以啊。好了啊，这就是3天以后这个花的状态，一切正常啊，非常好。好，现在是4天以后啊，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花的状态啊。这个叶子还是很绿的啊，而且也比较有活力啊。这个花头看上去还不错，但是呢，你要是摸一下哈，看这个就很硬，但是这个呢就有点软了啊，有一些稍微有点软，花头有点软呢，就是属于快要脱水的前兆啊，所以咱们要提前处理啊。3天以后，这基本上这花也在这皮里放了3天了啊。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水哈，水确实还是比较清澈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杆的尖端已经发黄了，我觉得这个已经涉及到影响吸水的问题了。所以说一会儿我准备给它换一下水啊。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温湿度哈，大概温度是26度左右啊，跟别的都差不多。这个湿度呢，大概是64%、65%的样子，比前两天低了一点啊。行了啊，我先把这个花水换一下，我就把那个杆先洗一洗啊。
我就把这个杆拿去洗洗。大家看一下这个杆啊，根部已经发黄了，这可能就影响到吸水了啊。所以说一会儿我把这个杆儿剪一下，重新换一下水哈。现在我把这个杆先洗一下啊。行了，我把这个杆呢已经洗完了哈，大家看一下，洗的比较干净啊。虽然这水很干净啊，但是呢，它这个杆因为发黄了，所以我感觉它也会影响吸水。而且这花头呢已经有发软的迹象了，所以呢，咱们就换一下水，把这杆剪成新茬啊。这个皮刚才我已经洗干净了啊。装的是这个康师傅的矿泉水啊，2瓶水和那个可利鲜的2袋溶剂啊，按比例调配的啊。现在咱们把这块处理一下。大家看一下啊，这2个插口啊，这是我新剪的，发白啊，这个叫新茬，这个叫老茬。所以我说咱们剪花要剪出新茬来，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剪成这样啊，这个黄色部分要全部去掉，只留这个绿色的部分啊，这样的话它吸水更好啊。咱们这剪一下啊，剪成这样啊。把这个发黄的这个杆全部去掉啊，剪到绿的这块，看树上是一个白色的切口。好，我这水就换完了啊，但是有些花呢，花头已经发软了，说明它吸水不好了。这些还行，有些还可以啊。换了水，剪了根以后，咱们试试看啊，明天看怎么样。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啊，像这种奥斯汀花型的花，基本上就是保持。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花基本上也不会太开，就这样的啊。它基本上到蔫了，可能也是这样。所以说，奥斯汀类型的花，基本上是很难完全开放的，就是保持吧。好，这是4天以后啊，咱们看这个奶油杯这个玫瑰的状况，咱们明天再拍哈。好，现在是5天以后啊，1周了，咱们看一眼这个花的状况啊。今天呢，有一些呢比较软了，昨天这个比较软了，但是我换出来以后它没有吸上水，但是有些花朵还是可以的，还是挺硬的，还能坚持个2、3天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看一下啊，已经5天、6天了哈，但是这花都没有开放哈。这么热的天，这花也没有完全开放，所以说这个奥斯汀花型这个花呢，你也别指望它全开啊。来，咱们再看一下它这个温湿度啊，现在的温度比昨天可能加了1度吧，26度、27度的样子啊，大概空气湿度是65%啊。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水啊，这个水呢是我昨天刚换的水，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干净，非常清澈，而且切口呢还能看到很明显的白色，说明现在这个水的情况也是很不错的啊。好吧，这就是5天以后，这花呢有些花头已经软了，但是有些还可以，还挺硬的啊，可能估计还能坚持个2天吧，我觉得问题不大。好，那今天就拍这么多吧，咱们明天再看啊。咱们现在这个是6天以后啊，这个玫瑰的整体状态已经开始有些变差了啊。咱们来看一下，咱们看一下这花啊，这2朵已经非常软了啊，但这个还可以啊，还挺硬的，这些还挺硬的。咱们再看一下啊，还能坚持个几天，我估计再有个1、2天就差不多了啊。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温湿度啊。现在的室内温度大概是27度左右啊，大概湿度在72%的样子。这个水呢还是比较清澈的啊。好，这就是6天以后这个花的状态啊，状态已经开始变差了。好，那咱们明天再拍。现在是7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这个玫瑰的状态。这个叶子基本上已经有下垂的了哈，已经出现黄叶的情况了。这个玫瑰大部分
已经吸水不太好了啊，已经基本上都软了，有个别的还可以啊。如果花店销售的话，这肯定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如果家里摆的话，可能还能坚持个一天半天的吧。但是有些就已经基本上就不能用了啊，这些就不能用了。我觉得这个花儿今天就基本上可以结束测试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温数啊，大概起这个温度在26度、27度的样子啊，湿度大概是64%哈。这个水呢稍微有一点浑浊啊，杆子的尖儿可能已经有点发黄了。好，这就是7点以后啊，这个奶油杯或者说暖浴的这个情况哈。我觉得咱们测试到今天就可以结束了。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季节很炎热的这个季节，这个奶油杯的花期大概是1周左右啊。总的来讲还算可以啊，因为毕竟是天气最热的时候嘛。我们需要说的呢，就是这个奶油杯呢是个奥斯汀花型啊，这种花型的玫瑰基本上，如果太生的话，它是无法开放的，而且这种花型的玫瑰基本上没有办法完全开放，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个保持吧。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在购买这个品种的玫瑰的时候，要买相对有一些开放度的花，太生的花啊不要买啊。这样的话，让它保持这个花型，就可以了。这个奶油杯玫瑰呢，我个人觉得有这么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呢，它是属于香槟色或者说浅黄色啊，所以说在色彩上呢，它是一个偏小清新风格的颜色。在花型上呢，因为它是奥斯汀花型，所以呢，它有一些欧式风格，有一点低调奢华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在搭配这个奶油杯的时候呢，可以考虑一下这两方面的因素。在搭配上找比较偏向于这两个因素的花材，可能会效果好一些啊。好，这个奶油杯玫瑰或者说是暖玉玫瑰的这个测试呢，今天咱们就结束了啊。大家对这次测试或者说在平时有什么具体的关于这种玫瑰的一些经验，欢迎大家在下边给我留言，咱们大家可以共同探讨。同时呢，我准备把这次测试的一些文字性的东西啊，可能写在我那个公众号上，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看看，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吧。希望大家能对这种花材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好，那这个奶油杯玫瑰呢，就拍这么多，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范叔说话。咱们今天继续测试一个品种玫瑰啊。我看评论里有朋友说让我测试一下这个艾莎这个玫瑰，确实艾莎这个挺有特点的。咱们来试一下，虽然这不是一个新品种，但是其实，这个品种出的时间也不长了。大家看一下啊，我摆的呢，这个是拍市啊，斗南拍市的 A 级的花，是今天早上采到的花啊，这叫艾莎啊。我把这个花收拾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枝条很长啊。来看一下啊，它的新鲜度非常好，外瓣基本上没有烂的啊。测试是一定要用最好的花测试的，这样的话才能更科学吧啊。这个花呢，花头稍微有点软啊，有点轻微脱水。咱们就不搞所谓醒花了，这个插皮我挑10支啊，插在这个皮里。我得10支啊，插在这皮儿。我这个皮儿呢，用的是那个红冷水加保鲜剂啊，可鲜。
好，我的长片啊，现在拿到家里，然后呢，咱们在家庭环境下看它的能放几天啊，然后它能不能开啊？现在呢，咱们先看一下这花的开度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花的开放度。现在是1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花的状态。叶片感觉还是比较有力的啊，也很绿。花呢基本上已经吸足水了，看上去状态很好啊。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花头啊，可以看到啊，所有的花苞都吸足水了，而且现在状态非常好。其实我觉得玫瑰最好看的时候啊，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它完全开了，可能倒没有那么好看了，非常好，比昨天强多了啊。好，这就是1天以后啊，这个艾莎玫瑰的情况，咱们明天再拍。现在是2天以后啊，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花的状态啊。大家看一下啊，叶子很绿，而且很挺直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花头部分啊，硬硬的啊。都非常好，花型也很好啊。但是呢，经过2天哈，它并没有出现很大的开放度哈，基本上是保持了原来的情况，可能稍微有一点开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温湿度啊。现在这个室内的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湿度大概在64%的样子吧。可以看到啊，这个水非常清澈啊，而且花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水的情况很好。好，咱们明天再拍啊。这是3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艾莎的情况啊。可以看到啊，叶子跟花都没什么问题哈，叶子也很绿，不发黄啊，也挺直度比较好。花呢也是开的正合适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一下这花啊，这个花的状态很好啊，硬硬的啊。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艾莎这个花呢，始终没有完全开放哈，基本上都是保持这样啊。昨天跟今天的样子差不多，稍微开了一点，但是没有完全开放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温湿度啊，这个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啊。湿度呢，因为昨天下雨，可能湿度比较高哈，今天是78%这块啊。然后这个水的情况呢，应该说还算是清澈的哈，稍微有一点浑，这种情况问题不大哈。明后天呢，如果浑浊加剧的话，咱们就给换水哈。这个今天就这样，没什么问题啊。现在是4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花的情况啊，叶子什么都没问题啊，花头的状态也非常好，基本上大家看一下，它的开放度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啊，基本上就是个保持这种状态啊。现在看起来花头也很不错。现在室内的温度呢是27度，湿度是64%左右。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平插叶稍显浑浊啊，我明天给它换一下水吧。这就是4天以后这个花的状态啊，咱们明天再拍啊。5天以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花的情况啊。刚才我看这个花个别的花头已经发软了，大概10支里有2支吧，有点发软了，其他头还可以。所以我刚才特意把这个水换了啊，还是用的这个矿泉水加保鲜剂啊，刚才刚换的水。这个叶子呢，总的来讲还可以啊。我们再看一下这花头啊，大部分还可以啊，但是看这支已经软了，花头已经软了啊。这支也稍微有点软，但是倒没那么严重的程度啊。这些头还是挺硬的，就是说这些花看起来状态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有2支已经软了。好，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温湿度啊，现在室内温度大概25度啊。空气湿度大概60%，这个水呢是我刚换的啊，所以说非常清澈啊，杆子也剪了挺长一段啊。咱们明天再看看这有些脱水的这2支花会不会有问题啊？
这就是又过了一天啊，5天以后，这个花的状态，10只里有8只还可以，但是2只花头已经发软了。今天我刚刚换了水啊。咱们现在是又过了一天啊，6天以后，这叶片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啊，没有发黄，而且还是算比较有力的啊。这个花头呢，总的来讲还是不错啊。我昨天呢换过水，这只呢脱水比较厉害的没缓过来，别的花呢目前为止还好啊，有些摸起来还挺硬的。昨天换过水以后也还不错吧，有个别1只2只可能会有点软，但是大部分还可以啊。大家看到大概1星期以后了，这花看起来它基本上还是没有开放哈，它基本上还是那样。所以说艾莎这个花呢，基本上很难完全开放啊。这朵已经算开的大的了，但是看这样呢，就这样，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啊。今天的温度呢，大概是25度啊，湿度大概60%。大家可以看到，昨天刚换的水，所以这个平茶叶也非常干净啊，切口的部分也是白色，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这就是又过了一天啊，6天以后艾莎玫瑰的情况啊。总的来讲呢，它这个花的状态开始变得一般了，没开始那么好了，已经有个别的花开始发软了。好，咱们明天再看啊。咱们现在是7天以后啊，这个花的状态已经不太好了啊。咱们来看一下，可以看到啊，这叶子已经稍微有一点下垂了啊，下垂的迹象已经不是那么精神了啊。这个花头呢还能凑合看，但是呢，大部分已经发软了哈。这几只还行，但是这个看，这些都已经有点发软了花头啊。我估计再有个1天半天呢，就差不多了啊。像这个已经完全吸不上水了。大家看一下啊，自始至终这个花都没有完全开放哈。这个花蕾看买了这样啊，现在还是这样。咱们现在室内温度大概是24度、25度的样子啊，湿度大概是66%啊。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这水换完水以后哈，到现在还算是比较清澈的哈。但是大家刚才看到啊，这花头已经稍微有点软了。咱们明天再看看吧，我估计明天可能就可以结束这个测试了哈。好，这就是7天以后啊，这个花的情况。总之呢，状态已经变得比较差了啊，因为这个大部分的花头已经发软了，叶子已经有下垂的现象了，说明它这个花期也差不多了啊。好，那明天咱们再拍1天，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现在是8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花的情况啊。这个叶子基本上已经有下垂的现象了哈，感觉已经没有那么精神了。大家看一下这花头啊，已经很软了啊，这些已经完全脱水了，这些还好啊，但是也已经很软了，说明已经吸不上水了啊。玫瑰基本上也就结束了 ，over 了，咱们这个测试基本上也就可以结束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艾莎这个玫瑰啊，基本上都没有完全开放，基本上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可能稍微能开一点，但是是不能完全开放的哈。那么现在的室内温度大概是25度左右啊，空气湿度在66%的样子。这个花的水呢也稍显浑浊啊，不是浑的特别厉害，但是其实这个花期已经到了啊。这个艾莎玫瑰的测试，咱们今天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了啊。总的来讲呢，这个花儿大概坚持了1周左右啊。今天是8天以后了，第9天啊，就是1周左右，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艾莎这个玫瑰呢，它是无法完全开放的。这个艾莎这个玫瑰的测试呢，今天就结束了啊。因为现在毕竟是夏天嘛，天气比较热，所以说这个花儿的花期也会受一定影响。如果是春秋天或者冬天的时候，可能我觉得能放的时间能稍微更长一些啊。好，关于这个艾莎的玫瑰呢，就拍这么多吧。我会把一些数据哈写在我那个同名的公众号上，大家有兴趣呢可以看看啊。关于这个艾莎玫瑰，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想说的啊，都可以在这个视频下边给我留言，咱们大家可以好好探讨一下啊。好，这个艾莎玫瑰就拍这么多，谢谢大家。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咱们继续做一下这个新品种玫瑰的测试哈。今天咱们测试一下这个花哈，这个呢叫美琴，这是孟金鹏的啊，美琴，这是美花美家帮我发过来的啊。因为现在这个花头啊比较小，我问他什么原因啊，是因为据说是现在云南是雨季，所以说容易灰霉。基本上基地采花采的比较生，它比较怕灰霉啊。咱们试一下这个据说是能开爆的啊。我们这是土壤水加保鲜剂啊。咱们把这个花插这个瓶里啊。好，咱们这花就插完了啊。都插到瓶里。我一会儿拿回家去，咱们在家里看一下家庭环境下这个花的表现怎么样啊？这个叫做美琴，据说是可以开爆的啊。好，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1天以后这个美琴玫瑰的状态啊。咱们先看一下这个花头啊，这个和昨天比有明显的开放啊。昨天看着还有点蔫了吧唧的小小的哈，今天看起来已经开了，说明这个花开了以后比不开的时候好看啊。我估计等明年开了可能会更好啊。已经开始开放了啊。来看一下，这个水是非常干净的啊，没什么问题。叶子比较少，这个花。家里这儿已经来暖气了啊，所以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哈。我这个温度大概23度，湿度比较低，大概53、54的样子啊。好，这就是1天之后啊，美琴这个玫瑰的状态。现在是2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这个美琴的状态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花基本上已经完全开放了啊。开放以后还是很好看的。现在呢还是属于秋季啊，如果夏天很热的时候，这个花材的开放度肯定会非常大，有点像类似于荔枝一样的，可能会很快开爆啊。刚拿来的时候很小啊，大家可以看到啊，2天以后已经变成这样了。不过总的来讲，现在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花瓣它会有一些坏的地方啊，来看一下。其实花瓣会有一些烂的地方啊，这种情况拿手把这个就是有点翻烂的这花瓣摘掉就可以了。这可能是因为有的时候水分呢不能及时挥发，所以沤不烂的。这种情况下把这个不好的瓣去掉就可以了，最好去掉，如果不去掉的话可能会影响别的花瓣，去掉以后就好了哈。好，这就是2天以后这个美琴的状态啊。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完全可以开爆的花，而且开放速度很快。现在还好啊，到夏天的时候，我估计也是早上还是花苞，中午可能开爆那种啊。咱们看看它这个程度能坚持几天啊？现在我室内的温度呢是大概22度，湿度大概是56%左右啊，还是比较干燥的。现在是3天以后啊。真应了那句话了，叫做时隔3日当刮目相看啊。大家可以看到啊，3天以后，这个美琴的花基本上全部都开放了啊，有个别花材已经开屏了，大家看一下啊。看这个基本上已经开屏了，这几朵。这个叶子比较少，我留的时候也不多，现在看还可以啊。大家可能看着现在还不错啊，但是其实呢，这个花我收拾过了啊。刚才我已经把水换了，有几朵花哈，它里边
有个一个两个的那种烂瓣，就是花瓣有点烂的那种，我已经全部摘干净了，所以现在看上去啊还不错。大家在养花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如果发现这个花瓣有烂的这个一瓣两瓣的现象，你可以把这花瓣摘掉，但是记住摘的时候从根上摘啊，就整个一朵花瓣全部摘掉，不要只摘那个烂的地方，这样它可能还会有的。我把水也换了，我看看这个能活几天吧。3天以后啊，这个美琴就已经达到这种开放度了。这要是夏天，我估计会飞速开放的啊。这个水我今天刚刚换过啊，这也用的是矿泉水加可利鲜保鲜剂啊。好，现在这里的温度大概23度，湿度60%左右啊。好，现在是4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这个美琴哈，基本上已经完全开放，而且已经开始凋谢了啊。现在状态就比较差了，大部分花瓣都已经发软，有些掉瓣了已经啊。基本上呢，花期就到了。如果花店的话，这个基本就该扔了啊。但是如果放在家里的话，还能坚持个1天吧。我估计明天就够呛了啊。温度大概22度左右，湿度大概52%啊。好，这就是这个美琴4天以后的状态，基本上 over 了啊。好，这是5天以后啊，这个美琴的情况，这个花儿基本上就 over 了啊，结束了。有个别还能看，但是绝大部分的花儿基本上都结束了。大家看看这叶子也开始下垂了啊，有点变色发黄下垂了，说明这花的花期呢也到了。这是5天以后啊，温度呢是22度啊，湿度大概54%左右。好，这就是5天以后啊，这个美琴的情况，我觉得基本 over 了啊，这就可以停止测试了。咱们说明美琴这个花呢，还确实是一种能开爆，但是呢，花期比较短的花。这个季节大概能有个5天的样子，到夏季我估计也就是个2、3天、3、4天的样子。那咱们这个美琴这个花呢，就拍这么多啊。最后呢，我再感谢一下这个美花美家啊，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花材，非常感谢啊。对于美琴这种玫瑰呢，大家有什么想法哈，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建议啊，可以在我的评论下方给我们留言，咱们大家共同探讨一下，看看这个玫瑰能不能把时间再延长一点，演得更好一点啊。好，这个美琴这个玫瑰呢，就拍这么多，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现在这个新品种玫瑰很多啊，我一直想把基本上新的品种每个品种给大家做一个测试，这样的话大家买花的时候呢也有个参照啊。我前面拍了几种，但是呢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在北京市场买的花啊，有很多时候你当时看上去可能还不错，但是呢过个2、3天，它有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它就可能蔫了呀，或者它吸不上水，我觉得是违反这个它的品种特性的。所以说后来我一直也没怎么拍，因为我找不到特别好的玫瑰做测试。前几天呢跟这个美花美家的这个蒋总啊说起这事儿，他说呢他能给我找到比较正常的玫瑰，因为他们每天啊这是云南这个大基地啊都会给他们送货，而且这些花一般都是经过采后处理的，我只让他把这个质量最好的新品种玫瑰发给我，然后我用这个品种玫瑰做测试啊。当然了，我给他钱，他可能也不要，所以我就在每次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啊，咱们感谢一下这个美花美家他们这个老板蒋总啊。这是我跟他说完了，他刚刚给我发的货啊，刚到，这不有3个品种玫瑰，咱们打开看一下啊。而且他是用这种小箱给我发的，这样的话跟大家从云南发货拿到自己手里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不是大箱货，也是小箱发的。完了花呢是各个基地的现采的非常新鲜的花，
咱们看一下这花啊。当然了，我发的这个是质量最好的啊。行，咱们把这个花打开哈。这是给我发了3个品种啊，我每3个品种拍一次。这个花呢，新鲜度还不错哈，但是可能是冬季吧，花头可能比较小，还不错，就是花头稍微有点小。好，那我就把这3个啊，咱们分成3个视频啊，就是分着拍一下，这花情况啊。来看一下，这玫瑰呢叫做苹果捷克啊，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种。咱们看一下这个品种玫瑰表现怎么样啊？我这个瓶里呢，还是准备用这个桶装水加保鲜剂啊。因为这个花刚来的时间不长，所以我准备水多一点，让它保证能吸满水啊。我把这花插到这个瓶里啊。好，咱们就插完了啊。一会儿呢，我把它拿到家里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怎么样啊。这属于那种花比较多、比较厚的，一般在我的印象里，这种花一般不太容易开的啊。咱们测试一下吧。好，现在是1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苹果捷克的表现啊。花头呢跟昨天差不多啊，外层花瓣稍微有一点裂开，但是没有太多开放的迹象啊。但是花都很硬，很硬挺，说明吸水很充分啊。这个叶子也是很绿，非常绿，并且很有力啊。这个水的清度也很好啊，非常干净。这个屋里有暖气啊，所以温度比较高，23度左右，湿度大概在53%到54%的样子啊。好，总体来讲呢，这个苹果捷克1天以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除了它没有开以外，叶子、花还有花瓣的硬度都不错。咱们明天再看啊。现在是2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苹果捷克的状态啊。花头还是很硬挺的啊，花瓣也比较有力，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没有开放啊，还是保持这个样子。这个品种玫瑰，我感觉就是一个保持啊，很难完全开放。但大家看一下啊，它会有一些烂的花瓣，个别的，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有水滴进去，或者里边水汽无法挥发啊，沤在一起造成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把这花瓣及时摘掉啊。这种花瓣啊，这种腐烂的这种花瓣要及时摘掉，否则它会传染别的花瓣的哈。就是连根去掉啊，这样去干就好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就这一类花瓣比较多、比较密集的这种花，是切忌往花头上喷水的。如果你看花瓣的数量比较多、比较密集，如果喷水的话，这花如果一旦水分挥发不出去，就非常容易出现这种烂瓣的情况。如果这种情况就很麻烦啊，很不好处理。还有啊，就是经常跟大家说的哈，这种花只要出水，出过1次水，就要剪1次根啊，45度去剪根，剪完以后，再放到花瓶里去啊，不要直接往花瓶里插，那样很可能吸不上水啊。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水的情况啊，也是很清澈的，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必要换水的啊。现在我这里的室内温度大概是22度，湿度大概在53%左右，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干燥的。好，这就是2天以后啊，这个苹果捷克玫瑰的状态。总的来讲，叶子、花
还是不错的。如果有个别花瓣有这种腐烂的现象，要及时去掉啊。这个是3天以后啊，这个苹果杰克的状态啊，应该说这个花儿，这个3天的变化不是很大哈，就是花瓣稍微我觉得裂开了一点都我认为不叫开放，只稍微花瓣裂开了一点，可能白色的部分更多了一些。叶子呢还是很绿啊，很有力，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花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叶子也很绿啊，很有力。这个水呢稍微有一点浑浊啊，所以我今天专门换了水啊，也用的是矿泉水加上可利鲜啊。现在这个室内温度大概23度，湿度大概60%的样子啊。这就是3天以后这个苹果杰克的状态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咱们明天再看啊。现在是4天以后，咱们看一下这个苹果杰克的情况啊。看一下这种花瓣哈，它已经有单瓣会有腐烂的现象，这是这种花瓣很多很密集的这种玫瑰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啊。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可能的话，要把这个烂的花瓣去掉。但是如果它是非常里层的不好去，那就没有太多办法了啊。所以呢，这种花呢要保持通风，因为这种花瓣非常密集的这种玫瑰呢，它水分不易挥发啊。总的来讲呢，这个苹果杰克的状态还是不错啊，花瓣比较硬挺，也没有出现脱水的情况。而且大家看一下哈，它的叶子状态也很好啊，很绿，很挺直啊。就是花瓣中间可能会有一些烂瓣的现象，这可能是因为里边有水分没有挥发的原因。所以说这种类型的玫瑰千万不要往花刀上喷水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水啊，这个水是我昨天换的，可以看到啊，非常干净，非常清澈啊。现在温度差不多是22度啊，湿度大概52%的样子啊。好，这就是4天以后这个苹果杰克的状态啊。好，咱们明天再拍。这就是5天以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苹果杰克这个玫瑰的情况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基本上这个花是没有开放的哈，基本上也属于保持它原来的那个花型。看它这个根部啊，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从里边拿出来的几枝花哈，这几枝玫瑰基本上就 over 了啊。这个呢，看上去像灰霉病，觉得可能灰霉病的可能性大一些啊。所以这些花基本上就不行了。如果一旦发现这个花出现了这种情况，就要及时把它摘掉哈，就拿掉，不要放在里边，有可能会传染啊。剩下的这些花呢，我刚才看一下，状态都不错啊，也花瓣也比较硬，比较挺实。你看叶子也很绿啊，都没问题。现在咱们这个温度大概是22度，湿度大概54%左右啊。可以看到啊，它的品茶叶呢也很干净啊。好，这就是5天以后苹果杰克的情况啊，咱们明天再看。好，这就是6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苹果杰克的情况。从现在看，这些花的状态也还是不错的啊。花头没有变软，挺硬的啊。叶子呢也还可以啊，比较绿，比较直挺啊。这个水呢有点稍显浑浊啊，不是那么干净了，但是问题呢也不是特别大啊。温度大概22度左右啊，湿度大概45%左右吧，还是比较干燥啊。这就是6天以后这个苹果杰克的情况啊。昨天去除了一些有灰霉的这个花，剩下这些花呢，总的来讲还不错啊，花瓣没有变软，
完了这个叶片也还不错。这种情况应该还能坚持个3、4天，我估计问题不大啊。好，那个苹果杰克呢，今天咱们就拍这么多啊，明天咱们再继续拍。现在是7点以后，咱们看一下这个苹果杰克的情况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又有2只苹果杰克出现这个灰霉病的情况，其他没有出现灰霉病这些呢，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啊。花瓣呢，基本上也没有发软，还是比较硬挺的啊。大家看见这个叶子也是比较挺直的啊，有粒绿色，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水呢吸掉了一些，略显浑浊啊。咱们看看明天用不用换换啊。现在这个温度大概是22度，湿度是42%，还是比较干燥的啊。好，这就是7天以后啊，这个苹果杰克的情况。除了2只灰霉的以外，其他的还好。目前看还能坚持个2、3天，我估计问题不是特别大。好，那咱们明天再看。好，现在是8天以后啊，咱们看看这个苹果杰克的情况啊。大家看一下，我现在一共还有8支玫瑰啊，12支玫瑰都是因为灰霉病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啊。大家看一下哈，今天又有4支玫瑰哈，得了灰霉病，所以花头掉了，非常可惜啊。没有得灰霉病的花头还是可以的啊，花头也不是很软，其实看起来还不错。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叶子的挺直度还是蛮好的啊，一硬。其实这花总来的还不错，这个水呢也有点浑浊了，不是特别干净了。咱们看看明天情况再说啊。现在室内的温度大概是24度啊，这个湿度是48%左右啊。好，这就是8天以后啊，这个苹果杰克的情况，出了一些灰霉病的困扰啊，其他来讲总的还可以，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苹果杰克这个花是开不了的，它基本上也是保持啊，无法完全开放，也是一种无法完全开放的玫瑰。好，咱们明天再看啊。就是9天以后这个苹果杰克情况，咱们看一下啊。大家看一下啊，这玫瑰呢，花瓣有点脱水了，发软了，所以有的时候待不住了，它会有一点下垂啊。但是如果家庭插花的话，再坚持个1、2天，问题都不是特别大啊。这个叶子其实还好了，挺绿的啊，而且没有出现太严重的下垂现象啊。今天又有一只灰霉的现象，我把它拔出来了啊。这个水呢现在比较浑浊啊，看要不然一会儿我收拾一下啊。现在这个室内温度是24度，湿度大概40%左右啊，还是比较干燥的。好，这就是9天以后苹果杰克的情况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花完全没有开放，只是保持。好，我把这个苹果杰克收拾了一下啊，换了一下水，用的还是矿泉水加可丽鲜啊。咱们看看能不能吸上水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够呛啊。现在是10天以后，咱们看一下这个苹果杰克的表现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花瓣已经吸不上水了，开始下垂了啊。叶片跟前2天也不一样了，它也开始下垂了，说明这个花已经吸不上水了，花瓣已经开始下垂了，这是脱水的表现啊。这个水是我昨天换的啊，还是很干净、很清澈的。现在的室内温度大概23度啊，湿度大概40%。苹果杰克这个玫瑰呢，咱们基本上就是保持。现在看啊，在这个季节保持1周的时间，应该问题不是太大。当然前提是不要有灰霉病啊。可能会有人问啊，就是为什么我这花买回来挺好的，但是后来得了灰霉病。其实呢，这个应该是这个灰霉病的病菌啊，本身就在这个花上，但是呢，它没有发作而已。
到我手里以前它就已经感染了，但是没有发作罢了，到我手里发作了。所以说灰霉病确实是一个影响花期的很大的问题啊，高湿的环境下就会比较容易出现。希望大家对这种玫瑰呢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如果大家对苹果捷克这种玫瑰呢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更好的见解，欢迎大家在这个视频下面给我留言。咱们大家共同探讨一下，争取能把每种花咱们大家都能养好啊。好，那这个苹果捷克的玫瑰测试呢，咱们就拍这么多。最后再感谢一下美环美家啊，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玫瑰。好，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咱们今天做一个这个玫瑰的测试哈。这个花，这个玫瑰呢是艾必达的啊，叫做上官婉儿啊，这是那个美环美家提供的，就是上官婉儿，艾必达公司的。咱们测试一下啊。水呢还是老规矩啊，咱们用这个桶装水加保鲜剂啊。把这个花插瓶里，咱们测试啊。好，咱们把这花啊都插瓶里了，然后呢，一会儿我拿回家去，在这种家庭环境下，咱们看一下它的表现如何啊？咱们看它能活几天，这个花能不能开得再大一点啊？1天以后啊，这个上官婉儿这个玫瑰的情况啊，这个花比昨天开的大了啊，而且很挺实，很硬挺这个花瓣。这应该是那种乱心的啊，叶片非常好，很绿，挺直，没什么问题啊。这个水的清澈程度也非常好。我们家这块已经来暖气了啊，所以温度比较高，大概23度室内啊，湿度大概是53%、54%的样子啊。好，这就是1天以后啊，这个上官婉儿这个玫瑰的表现，各方面都很不错，而且玫瑰的开度相对比昨天大了一些啊。但是2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这个玫瑰的状态，可以看到啊，这个花瓣已经裂开了一些啊，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开放，花心还是没有开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叶片也还是不错的哈，比较绿，而且比较有力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水的情况，水还是很清澈。现在这温度大概是22度，湿度在56%左右啊。2天以后啊，总的来讲，这个上官婉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现在是3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这个上官婉儿的表现啊。从表面上看还是不错的啊，叶子也挺绿的。这些花啊，已经有个别1朵2朵的花瓣有一点点偏软，叶子呢有下垂的现象，所以我估计可能吸水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今天已经换了水哈，看一下明天的情况啊。我个人感觉这个上官婉儿的吸水能力好像不是特别强，大部分还不错。这朵哈有1朵2朵的感觉可能稍微有一点软，我已经换过水了，看明天能不能恢复啊。这是我今天刚刚换的水啊，非常干净啊。咱们再看看现在的温湿度啊，大概是23度左右，湿度大概60%，比昨天稍微湿度多了一点啊。
好，这就是3天以后这个上官婉儿的表现，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啊。咱们明天再拍。这是4天以后啊，我们看一下你这个上官婉儿这个玫瑰的情况啊。肉眼看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用手摸的话，这里边有个2-3支吧，花瓣开始变软哈，但是看上去问题还不是特别大，叶片也还可以啊。这水是昨天换的，还是很清澈的啊。现在室内温度大概是21度、22度的样子啊，空气湿度还在52%。啊，这就是4天以后啊，这个上官婉儿的状态。总的来讲，状态已经开始变差了啊，因为有个别花瓣已经软了。好，咱们明天再看啊。这是5天以后啊，这个上官婉儿这个玫瑰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花头大部分的情况还可以啊，但是这20支啊，有个3-4支花头吸不上水了啊。这支啊，这3支感觉吸水就有点困难了，花瓣已经变软了。叶子看上去还可以啊，这个水呢是略显浑浊啊，稍微有点浑浊，问题不是太大啊。现在的室内温度大概是22度啊，湿度大概54%的样子。好，这就是5天以后啊，上官婉儿这个玫瑰的情况。目前看有个3-4支吸水不是太好了，其他都还不错啊，花头比较硬。这个状态应该说是一般吧。好，那咱们明天再拍啊。现在是6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这个上官婉儿这个玫瑰的情况啊。这个大部分的花头啊，看上去还可以啊。但是其实这个手摸上去，这个花瓣已经发软了啊，说明这个花期基本上也到了啊。这叶子没有开始那么精神了，说明确实花期差不多到了。大家看一下，这个花其实也没有完全开放哈，比开始开了一些，但是开的不是特别多啊。这个水呢稍显浑浊，没有刚才那么清了。鉴于这个花儿已经基本上差不多了啊，我们水就不换了啊。这个现在室内温度呢大概是22度，这个湿度大概是45、46的样子啊，说明呢还是比较干燥的啊。这就是6天以后啊，这个上官婉儿的情况。表面上看呢尚可，但是其实这些花瓣已经发软了，我估计坚持不了2天了啊。今天这个上官婉儿就拍这么多啊。现在是7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这个上官婉儿的这个表现哈。咱们看这个花头哈，肉眼识别，感觉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这个花瓣已经软了啊，叶片目前也稍微有一点下垂的现象啊。但如果家庭插花，就是摆着个欣赏，目前看还可以坚持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水吸到了不少，而且也比较浑浊啊。我在考虑换不换水，因为这个花其实已经软了啊。现在室内的温度应该是21度，大概这个湿度是42%的样子啊。好，这就是7天以后啊，这个上官婉儿的表现。目前看啊，作为家庭插花来讲，还是可以坚持的啊。好，咱们明天再看。这就是8天以后啊，这个上官婉儿的情况啊。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从视觉的角度来讲，可能还不算结束，但是手摸着花头就已经很软了啊，基本上吸水已经不太好了，状态其实已经很差了啊。再看看这个叶子啊，已经下垂的情况比较严重了。这个水呢就比较浑浊了啊，但是也不是说不能容忍。现在这个室内温度呢是24度啊，湿度大概48%左右。好，这就是8天以后啊，
这个上官婉儿的情况，目前看状态已经不太好了。但是如果说自己家庭摆还能勉强放个1天半天的，估计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啊。好，咱们明天再看看它怎么样啊。这就是9天以后啊，这个上官婉儿这个玫瑰的情况，咱们看一下啊。如果从花头上看哈，有些脱水比较严重哈，看这种已经脱水差不多了啊。有些嘛还可以看，就这种呢还暂时可以再坚持个1、2天啊。这个叶子基本上已经有下垂的迹象了啊。这个水呢我也没换啊，还是比较浑浊了。现在这个温度呢是24度啊，空气湿度大概40%左右，还是比较干燥的。这是9天以后这个上官婉儿的情况哈。我觉得可以把这些脱水比较严重的这个花去掉剩下一些看着还不错的花哈，还可以坚持几天啊。我看要不一会儿我收拾一下啊。好，我把这个上官婉儿啊拾掇了一下，还剩10支啊，一些完全吸不上水的变成干花的啊，我都已经去掉了，换了新的水，还有10支。目前看啊，花头还不错。好，那咱们明天再看看啊。现在是10天以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上官婉儿的情况啊。其实这个花呢，现在看表面上看还好，但是其实花瓣已经软了。这个花的应该慢慢在缩小，但是只是它没有粘尾，它只是在缩小。我现在估计吸水呢也吸不太上了哈，但是还可以坚持。要看这个叶子已经有下垂的迹象了哈。这个水呢是我昨天刚换的水，还是很清澈的啊。现在室内温度大概23度，湿度大概是40%啊。好的，就是10天以后啊，上官婉儿的情况。这个花呢是在慢慢的缩小，花瓣已经基本上吸不太上水了，但是没有完全粘软啊。我觉得这种状态，我估计再保持个2、3天，估计问题不是特别大。已经10天了啊，咱们今天呢就结束这个上官婉儿的测试了。有一部分花呢，前2天已经不好了啊，这是20支里边剩下几支比较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啊，上官婉儿这个玫瑰呢，总的来讲，我觉得花期还是蛮长的啊。我觉得这个季节大概1周以上啊，到10天的样子，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这整个的花朵呢，应该说从买回来到现在没有开的再大了，只是保持啊，没有完全开放，但是花期还是可以的。好，那这个上官婉儿这玫瑰呢，我们就结束测试了。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玫瑰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有什么心得，欢迎大家在这个视频下边给我留言，咱们大家共同讨论啊。好，上官婉儿这个玫瑰咱们就拍到这儿，我明天就不继续拍了。最后呢，来感谢一下这个美花美家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玫瑰，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咱们测试另一个美人啊，来看一下背景啊。这个呢叫做小乔啊，是周都督老婆啊。这个也是丽江的花啊，这个就是应该是艾必达公司的啊。这个小乔一定是很温柔的啊，没有刺啊，这个玫瑰没有刺，很干净啊，没有刺。这个玫瑰好处理啊，没有刺儿。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枝条也非常长，70以上啊。这一般就是美花美家还卖60到65，就60以上的那种。一般情况下花都会大一些啊，咱们这种机器花好像普遍花都不是特别大啊。大家看一下，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哈。好，我把这个杆儿洗一洗啊，然后呢，咱们插皮儿测试一下啊。小乔也是一个美女啊。好，咱们这玫瑰呢，刚才我已经用这个清水啊，把这个杆子清洗过了啊。完了这个皮儿呢，刚才我用这个巴克多液已经消过毒了啊。然后呢，咱们用桶装水加上可利鲜这个通用性防剂啊。好，现在我把这个花插到这个皮儿里啊。
小乔啊，也是美人。这个花呢，花瓣还可以，所以我就没有摘这个外瓣。好，咱们这花插完了啊，然后我把它，一会儿拿回家里去，看看家庭环境，这个花的情况怎么样啊？这是一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小乔这个美女的情况怎么样啊？从花头看啊，没有什么开放的迹象啊，但是摸起来花都很硬，花的状态也非常好啊。再看这个叶子啊，很绿，很挺直。咱看一下这个水啊，非常清澈啊。现在温度大概是24度，湿度大概54%左右啊。这是一天以后这个小乔玫瑰的情况啊，基本上变化不大，各方面状态也非常好啊，花头也很硬，吸水吸得很充分啊。咱们明天再看啊。现在是2天以后，咱们看一下这个小乔玫瑰的情况啊。花头部分非常好啊，这个花瓣稍微有一点点裂开啊，然后呢，花头很硬，硬邦邦的摸上去，说明它的状态很好，吸水状态很好啊，非常好的状态。同样的啊，叶片也很绿，很有力啊。状态很好啊。这个水呢吸掉一部分，但是呢仍然是非常清澈的啊。前2天有朋友说那个温湿度计可能有点不太准确，我就是新买了一个啊，这叫什么小度的什么的，它这个确实湿度比那个显示的要低一些啊，现在是24.7度，完了这个湿度是38%啊。好，这就是2天以后啊，这小乔玫瑰的情况，总的来讲各方面表现得非常好啊。咱们明天继续看啊。这是3天以后啊，咱们看一下小乔这个玫瑰的情况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花虽然没有完全开放，但是状态是非常好的啊。我刚才看过，所有的花都很硬，没有脱水的迹象，也没有发软的迹象啊。花头是非常好的，这个花也没有太开的迹象，微开了一点啊。花头的状态没问题啊，叶子呢也不错，很绿啊，很挺直，问题也不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水啊，3天以后，这个水虽然吸掉了一些啊，但是依然非常清澈，说明前期的这个准备工作啊，就是消毒工作一定要做好，水就可能保持比较长时间的清澈啊。现在咱们室内是23.8度啊，湿度是34%啊，这就是3天以后啊，这个小乔玫瑰的状态非常好，花瓣也没软，叶子很挺直，水也很干净啊，状态非常好。咱们明天再看啊。这是4天以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小乔这个玫瑰的状态啊，应该说非常好啊，基本上这种半开的状态一直维持着哈。今天是4天以后啊，应该是第5天了，这个花一直维持这个半开的状态，而且摸起来这花瓣也很硬挺哈，一直是很有力的，说明这个玫瑰的表现确实是不错的啊。我觉得玫瑰完全炸开了其实也不见得好看，就这种半开的时候是最好的，所以说从现在看这个小乔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啊。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叶子哈，很绿很硬挺啊，这个叶子的状态也非常不错，看非常绿啊，非常有力。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水啊，稍稍有一点浑浊，但是其实还不错啊。这个水呢也吸掉了一部分，一会儿我稍微加一点水啊，这种情况不用换水，一会儿我加个500毫升水就可以了啊。正好用清水就会把这个浑浊的情况啊减轻一点，稀释一下啊。
室内的温度大概是24度啊，湿度大概是31%，还是蛮干燥的啊。这就是4天以后这个小乔玫瑰的情况，我觉得非常好啊，状态非常出色啊，一直维持这个半开的一个状态，也没有再开大，但是呢，花瓣也没有软啊，一直很硬挺，到现在每一朵花都很硬啊，状态非常好。好，咱们明天再看。咱们这是5天以后啊，这个小乔玫瑰的情况啊，咱们来看一眼啊。咱们肉眼目测啊，这个花头部分还是非常好的啊，可以看到也没有变色哈，看上去也很好，开放度也适中哈，基本上就属于半开的状态。但是呢，实际上有些花哈，花头已经发软了，看肉眼可能看不太出来，但是拿手摸，有些花头已经发软了，大概有个2、3只、3、4只的样子啊。这只、这只、这只、这只啊，大概有3只的样子，已经发软了。但是从表面上看哈，问题还不是特别大啊。它的叶子目前看也还不错啊，比较绿，也有粒，也没有发黄的迹象啊。这个水呢，昨天有一点浑浊啊，我今天加了大概500毫升这个矿泉水1瓶啊，加了保鲜剂，这个水又变得清澈了，我们就没有换水啊。咱们现在这个温度呢，大概是24度，湿度大概是31%的样子啊。好，这就是5天以后啊，这个小乔玫瑰的情况。总的来讲，目测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有几只花头已经开始发软了。我一会儿把那个几只软头再剪一下根，重新上下水，但是我估计哈，意义不是特别大。好，那应该说第5天以后，这个小乔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好，那咱们明天再拍啊。现在是6天以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小乔玫瑰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小乔玫瑰基本上还是在这种半开的状态，但是很多花头已经吸不上水了啊，已经软了。但是其实花色呀，各方面还是不错的啊。来看一下，这已经吸不上水了，已经软了。我昨天把这些吸不上水的花呢，基本上剪一下根啊，但是意义不大啊，效果不是很大。我一会儿把这个吸不上水的花给它摘出来啊，剩下好的花咱们看还能坚持几天啊。这个叶子呢，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啊，还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下垂和发黄的现象，还可以啊。这个水也还不错，我加过1次水，现在呢还是很干净啊。现在室内的温度大概是24.2度啊，湿度大概在29%的样子。我把这个脱水比较严重的这个花啊，都已经摘出去了啊，剩下这些呢，轻微脱水，脱水的还不是特别厉害啊。咱们再坚持一天，看看明天的情况怎么样啊。好，这就是6天以后啊，这个小乔玫瑰的情况，状态开始变差啊，有一些花材已经开始脱水了。好，咱们明天再看看它的具体情况啊。好，这是7天以后啊，这个小乔玫瑰的情况。我昨天把这个一些脱水比较严重的已经剔除扔掉了啊，完了把这些花重新剪了一下根，没有换水，水用的还是那个上次的水，因为我觉得还可以啊，不是混的特别厉害，所以没有换水。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个花其实状态很好啊。我们目前从这个花的状态上看哈，还是很不错的哈，基本都是保持这个半开的状态啊。而且看上去都不错，但是呢，摸上去这个还是稍微有点软啊，不是很硬。这个花头，说明确实，现在已经到这个玫瑰的后期了，吸水已经出现了一点困难。咱们看一下这个叶子啊，其实，还可以啊，绿的程度和这个力度还可以，还不错啊。咱们现在的温度呢是25.7度啊。湿度大概28%的样子啊。好，我今天还是把这个小乔玫瑰这个水重新换了一下啊，根儿重新剪了一下，咱们看看它会怎么样啊。总的状态一般吧，还好。
现在是8天以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小乔玫瑰的状态啊。我昨天换了一下水啊，还是用这个矿泉水加那个可利鲜，然后重新剪了一下根儿哈。可以看到啊，水很清澈啊。这个玫瑰从花头来看还是不错的啊。如果是家庭插花的话，这个状态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总体的花朵没那么精神了，感觉稍微有点发软。这个叶子也还可以，比较有力啊，也没有发黄，还是不错啊。咱们现在室内温度大概是24度左右啊，湿度大概28%。好，这就是8天以后啊，这个玫瑰的情况，状态特别不好的我已经去掉了啊，剩下这些是看上去还不错的，今天看还可以吧。好，咱们明天再看啊。这是9天以后这个小乔玫瑰的大概情况啊。虽然说啊花头比较软了，但是从表面上看说得过去啊。如果作为家庭插花的话，还能坚持个1-2天没问题啊。这个叶子的感觉有一些下垂了，但是还能接受啊，没有变黄。水的情况呢，应该说稀掉了一些啊，而现在比较清澈啊，这个问题不是很大。现在室内温度是25.5度，湿度是32%。这就是9天以后小乔玫瑰的情况哈。总体说状态就一般了啊，花头已经比较软了。但是呢，如果作为家庭插花来讲，还能再坚持个1-2天，没什么问题啊。好，那咱们明天再看。这是10天以后，咱们看一下这个玫瑰的情况啊。从表面上来看还好啊，但是其实这个花瓣已经基本上都是软了。来看一下叶子，虽然很绿啊，但是已经有一些下垂的现象了啊，说明这个花期也差不多了10天了。这个水呢稀掉了一些，但是还是很干净啊。现在这个室内的温度是25度，大概湿度是19%左右啊，非常干燥啊。好，这就是这个小乔玫瑰哈，大概10天以后的情况。应该说花期基本上到了啊。虽然说表面上看还可以，但是呢，实际上状态已经很差了。如果是花店的话，这个花基本上也就没用了啊。但是如果在家庭插花的话，再坚持个1-2天也还可以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小乔这个花呢，其实自始至终也没有完全开放啊，基本上是保持在半开的状态。其实我觉得这种状态是非常好的啊，它如果全部开放了，也不见得好看。好，关于这个小乔玫瑰的测试呢，咱们就拍到这儿吧。我觉得再往下也意义不是特别大了，换水剪根已经没什么用了，因为整个花头已经都软了。我估计坚持个1-2天吧，就差不多了。所以咱们这个小玫瑰就拍这么多。如果大家对这个小乔玫瑰有什么想法呀、建议呀，或者一些好的保养方式，欢迎在这个视频下边给我留言啊。因为我只是一开花店的，所以我不敢保证我所有的保养方式都是正确的，只是一个我们一般的这种工作习惯吧。也希望能找出一些更好的养护这些花材的办法，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吧。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感谢一下这个美环美家给我提供的这个这么好质量的玫瑰哈。那这个小乔玫瑰呢，我们就拍这么多，明天我就不继续拍了啊。好，那就这样，谢谢大家。